有些时候可能只是，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复杂。谢谢宝宝的一个饼，谢谢你的饼。不用想那么多，是的，我也觉得我想太多了。还有一个就是，我觉得大家也不用想那么多，不用把我的话想那么的复杂，想的是什么？哎呀，那种乱七八糟的那种，因为想了也没用。想了之后，你会发现，其实也就只有你想，其他人根本不 care。那还不如让自己轻松一点呢，对吧？丢丢东西会咬我吗？也许会哦，但是丢丢今天早上亲我了。冲上巅峰，有时候这也就是一个宣言罢了。就是，我觉得，时间是有限。这我说过很多次，今年我说过很多次这样的话，时间是有限的，不要做让自己后悔的事。我是说我自己啊，不是说你们，大家过好自己生活就行了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。我是说我自己，就是尽力做好我自己现在能做的事情吧。他呆呆在门口睡觉呢，他讨厌睡，现在他觉得热，他就喜欢在外面睡。对，明天约了下午的医院。不要叹气，那我吸气嘛，这样也很难受。我也觉得我可以去看一下中医。但是我又，也没有时间去看。我本来想说，要不明天回家吧，感觉自己状态太差了。回家的话，可能看一看花草树木会好一点。然后又算了一下时间，算了，还要拉票，算了，根本没空。中报这种东西怎么可能会让你请假休息呢？对吧？22号以后1个礼拜没有公演，没有公演的话，我可能就会选择出去走一走吧。出去走一走可以净化一下心灵。我也不想每天都说这些，但确实每天都在经历这些事情，只希望大家能开心一点，开开心心过好自己的生活就好了，其他的其实没那么重要，好吗？也过好自己的生活。
我也要开心。其实我现在拜托大家别再说这句话。就是挺难做到的，说也只是说说而已，就拜托你们就别再说这话。但怎么说呢？希望喜欢我的时候，就是不要是那种内耗的，然后呢，也别就是说什么上不来下不去的那种感觉。我今年其实有很深刻的感觉，自己又是回到了这种感觉，但是呢，又觉得好像又还好，就是也没有像以前那么不好，也没有像以前那么不好喽。这样子是不是好点儿？我在想，直播里面这么多人，是有多少人是真的为我说话的？确实，这个点来看的都是真爱，谢谢你们。希望以后也有这样的机会吧。又 emo，那人总有 emo 和快乐的事情。我今天还在想，就是说，人应该也不会每天都不开心吧。然后想了一下，应该也不会每天都不开心吧。所以说要积极面对生活，积极面对生活。明天还要上班呢，所以到50我就要走了，给你们说一声。而且就是希望大家能多看看我的演出吧，我是这么想。就为什么我也老是说，你们希望我办什么呀，或者是怎么样，我就觉得你们想看什么，我就努力去办。然后的话，就是希望大家多记录一下美好的我和当时美好的自己吧。谢谢凑宝的夜蝶。明天我应该也会素颜直播的，因为今天太晚直播了，也没有怎么那个弥补一下，给你们说对不起。我本人超美，确实是还有点姿色了，不然我也不会这么晚直播的。人要自信，要自信开朗，我们要开始振作起来。宁宁们、依依们、依依宝宝也要振作起来了。欺负我们的都要打回去。下一次我可就不会这样子。下一次要是故意欺负，我就录视频。谢谢小岛的权杖。
包药反击的，现在什么都是包药，什么包什么。谢谢晚风与自由的马卡龙。现在我许个愿，大家不要说我嘴毒哦。希望讨厌我的人，还要看我直播，每天关注我的人，明天眼睛闭瞎。如果他不瞎，我就帮他戳瞎，谢谢。然后这辈子都赚不到钱，当一个穷光蛋。然后上厕所找不到厕所，然后掉进马桶里，永远都出不来。老天爷保佑，谢谢。啊，比心、波波，爱我的你们。真的，我是说真的，很感谢你们还陪我。谢谢张火星的马卡龙，因为我觉得接受负能量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，真的。包括有时候会无形当中施加一些负能量给大家，我自己也是实在是没有意识到啊，或者怎么样。其实作为一个资深偶像是不应该这样的，但是我没有时间让自己去休息，然后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死循环，让我觉得很痛苦。但是，有句话叫怎么说呢？就可能大家也觉得看不惯我这么，就是总是过得不是特别好吧。然后呢，就会觉得说，哎呀，凭什么呢？可是时间久了呢，大家也会觉得说，凭什么？又是凭什么呢？没有办法为我反驳这些东西，我都是可以理解的，对吧？但是这个时候，我就是需要提醒一些一直在旁观我的人。我说的旁观我的人，是同时也是喜欢我的人，就是我幻想一下，你们看到了，但不说不作为，对我也是一种冷漠。即便是你喜欢我，但是你看到了，你理解的，你了解了，对我也是一种冷漠。对我来说，我也会觉得这也是一种人心冷漠。嘴上说着喜欢，但好像又没有很喜欢。当然，我觉得每个人的放偶像的方式都不一样，可能不想自己接受这些东西，也怎么样，我也不会去强迫或者怎么样。但是，就让我觉得，也许再这样下去，可能你的这些喜欢都会消失了。如果说你不介意你的这些喜欢消失的话，那我也没有说什么，那我觉得也没关系，你也可以去换下一个嘛，对吧？但是如果有的人会很介意的话，那希望在我入团的第7年这一段时间里面，能够稍微的硬气起来吧。我不是突然说这些话，也不是说因为在某一个节点我一定要说这些话，是我觉得大家也不是瞎子，也不是聋子，也不是怎么样，对我真的有意见，喜欢我的人也会有人对我有意见，但是你如果一定要装瞎的话呢，我没什么好说的。但是如果你摸着自己良心看，自己就是
就是我遭受的一些事情，你也会觉得说，你也多多少少会说一句挺惨的吧。我不是说我自己一定说我自己很惨，这个地方惨的人多了去了，或者是说比我惨的人也有很多很多。但是如果说我之前就说我为什么会比别人坚持久一点，是因为我觉得还有人会帮我，还有人会为我说话。但如果一个人就是这个人突然有一天意识到自己是孤军奋战的时候，你自己就是百口莫辩，你没有办法说清，你一张嘴怼不过100张嘴的时候，那你也只能退缩，这是实话。当然，我也会很可怜这样的事情，这样的人。但如果没有某一天我也是这样子的话，那我会觉得是一种悲哀。而且这些东西其实不应该是我说的，就不应该我来说这些事情，也不应该我去怎么样，因为对我来说，我也是过界了。我觉得我也是过界了，我没必要去了解你们这些事情，因为怎么说呢，粉丝是粉丝，偶像是偶像嘛，对吧？但是有的时候因为近离太近了，你们做的很多行为都会直直接接的，就是打在我的身上。那我会觉得，你们可以随意的抛弃我，但是打在我身上的这种痛，可能是几年都没有办法缓解的，会留下很多阴影，会留下一些阴影。但是如果有很多人帮我一起分担的话，也许你们就是拯救我的那一个人，懂吧？好了，以后不会再说这些了，这是最后一次说了。下一次直播我们就开开心心的聊自己的生活吧。然后呢，私信这个东西我还是会去坚持去看的，因为还是有很多人会想要跟我分享一些快乐嘛。谢谢小冷的权杖，谢谢你的权杖。以后要是再看到这些的话，我可能就会屏蔽了，不会拉黑，但是会屏蔽。其实我已经默默屏蔽了很多不好的消息了，就比如说各种那种抱怨或者怎么样的，还有一些比较恶心的那种言论。我说的恶心是那一种已经超越了那种恶心的那种恶心，但是，这种东西屏蔽接收其实就好，相对来说还是很干净的。可是我不希望喜欢我的人，或者说我很熟悉的人给我发这些，会让我觉得，会让我觉得我们做的约定都像是只有我很相信，我很小丑，然后大家其实，但你们还是对我有所保留。别看了，其实我看了，我觉得是一件更好的事情呢，让我了解了更多。但是我还是会说更想了解的是你们的生活这些东西。你们跟我发这些，我也会很开心啊。问题是我会从中获得开心才会去看。如果我获得的都是悲伤和不快乐，我也就不会去看了。我也不是纯受虐型的，这么多年了，我也多多少少也清楚的很。所以说，大家要当快乐小狗。就是今天下午的时候拍照还是很开心的，但也不是说完全不能给我发负能量的东西。如果你觉得很累了，那就给我发吧，那就跟我说吧，因为毕竟我也会觉得说，人不可能永远都快乐，人不可能永远都开心嘛，对吧？大不了我们可以沟通嘛。要是你不开心了，我下次就开个业务，我来开导你，然后。这也是给你的一种回馈吧，毕竟你们总是开导我，虽然说也没什么用，但是偶像给自己的开导也许会好一点。
因为我大部分时候我会觉得没有真的感同身受，是你没有经历我的事情，你是不会懂。对，就好比就是有些人会说，你都站这么高了，你经历这件事情，我也有我的烦恼。就是以前有人这么跟我说过，但是你赚的比我多呀，你有这么多的，你有我你的烦恼是烦恼，但我有我的烦恼，而且我赚的还少，就会有这样的想法，你们能懂吗？可是有些时候，我是可以理解这样的想法的，包括粉丝可能对我也会有这样的想法，就觉得你都赚那么多钱了，怎么样？但是我可以说的就是，我收获的金钱上面的东西，大部分其实我也是付出在舞台上的。我说这句话没有就是说骗人或者怎么样，我是摸着我自己良心说的，因为单说我拍 PV，单说拍准备生日的东西。生日会这些东西，编舞这些东西，你就只说我的证件吧，我就花了快3万块。就是说，这个钱，就是一般人就是会觉得说，哇，很高或者怎么样，我也花得出去，或者你确实赚的很多。但是我收到了这些，但是我也会拿出来回馈在我自己的舞台上面。对，就那一个小 PV，我花了快3万块。如果要拍得更好一点，其实会更贵。这我其实这个 PV 已经拍了很久了，我一直没说，因为我觉得，就是有时候也没必要把这些东西全部都抬上来，就是告诉你，我为了就是给你们这些东西，我一定要给花多少钱。哎，就是说，还是为了想要呈现出好的东西，所以才会说，也是去愿意花这个钱。其实讲难听一点，我收获那么多，也是其实也没有收获多少，大部分其实并没有到我自己这里。你们把我们想的太好，然后收获这么多，然后我也完全可以就是说，不把这些东西全部付出，我可以放在自己口袋里嘛，对吧？但就是想要呈现一些好的东西，所以才会这样。像一般也不是说我自己啊，光是说河里面大部分成员，其实都为舞台付出了很多很多的。而且就是甚至我之前我还老被现在就会被说我小气。其实因为知道赚钱的不容易了以后呢，就是我就是开始变小气了。因为我说我小时候身上有500，我会愿意请400块钱的饭给朋友吃。然后呢，现在就是觉得全部花在舞台上，其实可能会给你们回馈更大一点。我也不是在把自己说的多伟大啊，只是告诉你们。一个 PV 可以给我妈妈看3颗牙齿，这是告诉你们这个它可以兑换一些什么东西。因为我妈妈有蛀牙，妈妈把牙齿都拔了，然后她说她没有牙齿吃饭了，种一颗牙齿，1颗牙要1万块。我说那好吧，那我给你3万块钱，你去把牙齿种上。然后妈妈说舍不得，最后花的最便宜的，就是把那个牙齿种上了，留了一点，说给自己存着。反正就是，对，就是家里人都是这样子的嘛。然后我刚好自己一个人在外面散步，本来心情很差，我也不想影响到别人，自己走到便利店，然后回来的路上我在思考，回来的路上我都能思考很多，我就在想就是说我这3年我经历了好多事情，就像大家老是说我不要对粉丝投入太多，
投入太多的情感，然后我就在回顾这3年我遇到的一些帮助过我的粉丝，他们当初对我说过的什么样的话，然后我到现在一边走路一边回想，我此时此刻的心态又是什么样的，我觉得是很神奇的，你们能懂吗？当时他们说过说，你在我心里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跟你们说的多话都是一样的。然后呢，说，千万不要难过或者怎么样，我说什么我都会就说都会保护你这些。然后现在3年以后，我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了，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离开了，也许是我做了一些什么事情让他伤心了吧。然后还有的就是，还有一些其他的粉丝吧，因为一些很多小小的事情，导致对我有一些很极端的一些误会，或者是说觉得自己就是，有些事情其实不用闹那么大，但是就是闹得那么大，然后就变成现在这样。我会觉得，我不是觉得不是觉得到底是谁的错，到底是谁的对，谁的问题，我只是会觉得很唏嘘，所以就是说，就是到3年以后，我才会真的明白，就是有所保留到底是什么意思，能懂吗？保留也是在保护我自己。是的，我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，就对我好的人会记很久，真的会记很久。对，阶段性的朋友一样，但是如果阶段性的朋友对我不好的话，那我也就是不会再去惦记他了。但是如果说阶段性的朋友让我不知道的情况下突然不跟我好了，那我就会惦记他很久。而且有的时候我是一个比较容易飘忽不定的人，在这中途的一些选择，我也会担心会不会影响到我自己未来的一些道路。然后呢，突然跟我说，你选他还是选我？你选我还是选他的时候，我也会我到这个时候就会变得会去听从一些人的想法。我说以前我是这样的，因为我害怕变回以前的样子。但现在回想起来，其实只要是我自己和那个时候我自己，我不管选了谁，其实都一样。但我还是遵从了我自己内心的第一选择吧。虽然很感谢大家，很感谢他们，但是有些事情确实，是一些没办法的。所以到这个时候，可能就是缘分尽了。我很怕跟你们说缘分尽了这个话，因为就觉得这是一件很悲伤的事情，是吧？更相信自己是，但我难免还是会心软的。我有时候心软了，我就会问我自己为什么要心软。然后等我理智了以后呢，我就又会很坚定，又会心特别狠，就很难说，要看你这个人的运气了。而且我从来都没有，我讲真啊，就很多人有很多事情我不会讲得特别明白，包括之前发生的一些事情吧，我觉得大家都知道，我发生的事情大家都知道，就是我从来都不是会真的是去偏向某一个人，如果这个人真的直直白白直接伤害到我的话，我从来都不会去偏向过谁，不管你是谁，我都是不会去偏向的。但总有人会觉得我是说我会偏心这种乱七八糟什么东西的，我觉得这都是你臆想出来的，因为很多事情你不跟我说，我是完全不知道的。我也不知道你中途你付出了什么东西，因为你不说，我就不是完全不会知道的。所以就是说，你在这个时候突然指出说我，包庇谁或者怎样的，这个我还没有说过吧？
就是说突然说我包庇谁或者什么，对我来说我是很懵的。你直播完了？好，那我过会儿也结束了。能不能点个吃的？你点了，吃点更沉重。我想喝粥。有。对，我的意思就是想配点菜什么。你明天又算你吃饭的。我明天耳朵不想去看。不行。哎，我也。这是你的屁股。大家稿还被我打。怎么了？然后，哎，我说到哪儿了？好，我去看。我说到哪儿了？好，谢谢齐时安的夜蝶。对，说我偏心。觉得，怎么说呢？要不要直说呢？觉得我这个人有偏向性，对吧？但其实，我觉得有一部分人对我们也是有偏向性的，真的。就好像就比如说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，或是怎样的，我们好像不是他喜欢的人，到这个时候突然一下变得不是，我不是说所有人哦，别再说我扫射了哦，我说一部分人哦，因为这样的人也不是说一两个或怎么样，其实有很多。倒也不是说绝对的公平或者怎么样的，就是我觉得凡事先想清楚再做一些事情吧，包括我自己也是，我有时候脑子一热，我就啪一下我就做很多事情，之后我就后悔了，然后后面也确确实实有点难收尾，但这也没有办法嘛，也有很多东西你都是理解之后就要吸取教训嘛，对吧？还有我就是觉得公平这个字，能理解吗？我觉得你们不能理解。公平这个字，在我身上怎么说呢？就很难公平。我在这里，我所处的生活的环境都不足以让我公平。但是你介意的不是说这些，介意的是另一些。那我也觉得你很矛盾，能懂吧？改变不了任何东西，改变不了，那我就也要说呗。都改变不了了，我还不让我说了，那我就说。最起码别双标。那能不能让公司先别双标？他们对我不双标了，我可能心里还会好受一点。我是不是说太直白了？没什么。小宝宝，然后个人对我双标的话，那是他们个人啊，他们个人对我双标，或者说他们某一小个集体对我双标，是他们没有，也许他们是没有意识到，很多东西都是没有意识到的。就比如说会是习惯性忽略我这些事情，也是会自己没有意识到的。而且说多了，他们也不会意识到，说了他也只会觉得你在针对他。很多事情都是这样，我不是在说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件事，或者说公司什么什么的，都是因为大家都是一个个体，个体拼在一起才是群体。可是这个个体
这边有一块部门，那边有一块部门，拼在一起，他们才是一起的。可是分散开来之后呢，他们互相可能都不知道对方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所以这就是一个矛盾点。矛盾点就在于，我就是值得被忽略的人。所以你讲这么点的话，我就会觉得很累很难受，因为我会觉得习以为常的感觉，能明白吧？每次都告诉我说不是的，不是的，可是事实又是是的。但是没关系，因为我没有那么多时间管这些。别这么想，凭什么不这么想？我这么想，可能我还会舒服一点。如果我实在是钝感力十足的话，那我觉得我完了，真的，我是个傻子。别人对你不好，你还不知道，是不是个傻子？好了，我再说一下，我没有再说任何群体哦，我真是害怕了。不管是我自己粉丝，还是说带节奏的人，没有再说任何群体。如果你觉得我在说某个群体，或者在说你自己，对，你都这么理解了，那就是你了。你去死，拜托了，谢谢。啊，这衣服里面是一个抹胸，抹胸穿抹胸，好吗？抹胸裹抹胸，粽子裹糯米，糯米裹肉，裹肥肉，就变成了一个粽子。好，我要去睡觉了，你们也早点睡。还有就是我们的粉丝，不管怎么样，都稍微硬气一点，别像我一样这么的萎靡不振。请好好保护我们，大家都有美好未来。看我的眼纹，哎呀，磨皮都看不出来了。今天的睫毛也是翘翘的。走了，拜拜。